你有测出过 ISFP 吗？你对 ISFP 最大的印象是什么？是及时行乐的佛系大师，还是崇尚关你屁事关我屁事的独行者？是审美总是在线的艺术家，还是外表冷淡内心炽热的腹黑怪？这些都是网络上对 ISFP 很热门的印象，但是真正的活在地球上的人类 ISFP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在我们把 ISFP 这个人格扒光之前，我说3点啊，他们被误解最多的地方。第一， ISFP 很可能比 INFP 花更多的时间在探索意义上，特别是人生的意义，没想到吧？第二， ISFP 通常比 ISFJ 和 INFJ 更担心自己冒犯了别人，更加的小心翼翼。第三， ISFP 在很大的压力之下，对于所谓的效率或者目标的追求，很可能比 ISTJ 和 INTJ 更加的极端，完全可能是一个工作狂的状态。这里刷刷，第一次看飞船系列的小伙伴，强烈建议先暂停一下，去看看前置视频。老朋友的话，我们就直入主题吧。我们把 ISFP 看成是一艘飞船，让 ISFP 成为 ISFP 的，不是他们的行为表现，而是行为背后的那些心理动力。相同的心理动力完全可能驱使 ISFP 做不同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每个 ISFP 既是独一无二的，又是有迹可循的。而对 ISFP 飞船来说，在最底层的4种心理动力，通常我们会叫它们认知过程或者认知偏好，它们就是驾驶着 ISFP 飞船的船员们。不同的心理动力，身份不同，对飞船的影响方式也不同，它们彼此交织，有时候合作，有时候闹矛盾，这样才勾勒出一个完整立体的 ISFP。那登陆 ISFP 飞船的第一件事，当然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艘飞船的指挥官了。当当当当 ，ISFP 飞船的指挥官是学名叫做 Introverted Feeling 内倾情感的认知过程，简称 FI。但是撇开指挥官的身份不谈哦，FI 本身想要什么呢？他关注的是我们内在的完全个人的价值体系，他想要的是无论做什么选择都能带来内在的和谐，内心的通畅。当 FI 是飞船的指挥官，那自然这艘飞船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受他的影响。指挥官 FI 会在飞船内部非常的强势，有很高的话语权。换句话说，就是对 ISFP 和 INFP 而言，内在的和谐几乎是他们忍不住会去追求的，就好像鱼儿追求水那样，根本离不开。用一个 ISFP 或 INFP 的原话来说，我无法理解人们怎么能够忍受和自己的价值观相矛盾。当然，每个 ISFP 和 INFP 的价值观、道德观之类的这种观念啊，可以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到底什么让他们内在和谐了，什么又让他们觉得背叛了自己，差异非常之大。假设一个 ISFP 或 INFP 的三观是积极的、正义的，然后他有一个机会去陷害同事，最后取代同事的位置升职，指挥官 FI 肯定无法接受啊。这种升职让我内心极度抗拒，这么做是对不起我自己，还是要让我自己念头通达比较好？就算升职了，晚上每天内心煎熬，那太痛苦了。于是他很轻易的就能拒绝这个机会的诱惑，甚至轻易到就如呼吸般容易。因为指挥官 FI 的声音是如此之洪亮，根本没有什么其他回旋的空间。其他的人格相同的三观，并不是说他们就会去接受啊，但是通常 ISFP 和 INFP 拒绝的更加轻松。这是什么一种感觉呢？对于其他人格来说，自己的三观就像是夜空中群星那特别明亮的那颗星星，但是对 ISFP 和 INFP 来说，那就像是正午的一轮太阳，直接糊在他们的脸上，你想往别处看都不行。那另一个方面啊，假设一个 ISFP 或 INFP 的三观是自私的、恶意的，然后他有一个机会去帮助同事升职，指挥官 FI 一样也会无法接受啊。搞没搞错了？你看着他升职，难道你心里舒服吗？你心里不舒服怎么办？那就让自己舒服一点，别帮他。于是他很轻易的就回绝了同事的请求，让他爱找谁找谁，自己丝毫不觉得亏欠。所以老生常谈了，一个人好坏都别赖人格。指挥官 FI 本身并不会让一个人道德高尚与否，它只是让 ISFP 和 INFP 对于内在的声音感觉到力量满满，感觉到理应去遵循它。无论这个声音在普世的意义上
是好的还是坏的。它可以是像天使那样慈爱，也可以是恶魔的低语。看到这里，有人会问，我们平时每个人都有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啊，询问自己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念头通达的时候嘛？这和指挥官 FI 会有什么区别呢？我这么说你可能就明白了。你可以想象你的内在世界有很多小人，小人们发出了各种的声音，而我们大部分人只有当小人呐喊得很大声的时候才会听到，一般可能是做错事了呀，良心不安啦之类的时候嘛。但是指挥官 FI 听到的却是全部的每一个内在小人的声音。我们大部分人要做的是去安抚那个最响亮的声音，而指挥官 FI 想要的是安抚全部的声音，让他们全部都获得宁静和舒适。你知道这会赋予 ISFP 和 INFP 什么吗？会让他们相对来说更容易去进行深度的共情。为什么？因为无论他人在情感层面经历什么，他人的内心中是什么声音，他们几乎总能在自己的内心找到相似的声音，因为自己的内心的声音很多啊。一个朋友找到 ISFP 或 INFP 倾诉，说自己分手了，现在好痛苦，觉得生活没有希望了。指挥官 FI 很容易去共情。天哪，你肯定痛苦死了。我在失去关系的时候体会过这种非常痛苦的感觉，那个时候我也特别的绝望。那可能过段时间另一个朋友来倾诉说自己分手了，但是觉得很开心，感觉心里怪怪的。指挥官 FI 一样能去共情。是哦，我在失去关系的时候有一部分的情感感觉到是快乐的，我很能理解你。当然这不是绝对的，肯定也会有指挥官 FI 理解不了的情感，这其实就是他特别会想要去搞明白的。很常见的例子可能就是 ISFP 或 INFP 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些自己非常不认同的言论，指挥官 FI 忍不住奇怪，这些人到底怎么想的？他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他们到底听到了什么样的内在的声音，才说这些糟糕的话呢？有时候 ISFP 或 INFP 实在是想不明白，自己完全没法去从任何角度找到一个认同他的声音。这个时候他们容易做出两个非常不同，但是背后的动机是一样的举动。一个是异常固执的坚持自己，像战士那样几乎抱着死志去捍卫自己所认可的事物，另一个是异常远离这些人，甚至会引发生理上的抗拒。这两个举动的动机都是一样的，都是需要去重新找到自己内心的和谐。前者达成的方式是去一意孤行的强化自己，那后者则是远离那些带来内心动荡的因素。作为 ISFP 和 INFP 飞船上指挥官的 FI 它其实对于价值观道德观之类的差异呢，具备非常高的包容度。只有对方的所言所行引发了自己内在声音的强烈抵触的时候，才会不得不采取措施，颇有一种兔子急了才去咬人的感觉。比如一个素食主义者的 ISFP 或 INFP 要看到别人大口吃肉，指挥官 FI 很可能会很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决定嘛，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他们有自己认同的生活方式。但是如果这个人大吃大喝吃各种肉，然后非要说素食主义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吃肉才是正常人的需求嘛，这时候指挥官 FI 就会无名火起，容易无法忍受，才会感觉说我不得不去捍卫一下我认可的东西。是，我就是支持素食主义，我也一直这么生活，我相信这是有意义的。你这么说真的很让人生气。最后再补充一个关于指挥官 FI 的小细节，那就是它其实会引导 ISFP 和 INFP 进行不断的自我反思，这和指挥官 TI 是很像的。这种自我反思很多时候甚至他们自己都不觉得上是反思，因为它太自动了，它太理所当然，太轻松了所以千万别觉得 ISFP 和 INFP 就一定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一方面是因为生活中并不是所有事情都非要和价值观扯上关系的，另一方面很反直觉的是，正是因为他们的 FI 是指挥官，非常的成熟，非常的抗挫折，非常的经得起折腾，他们反而会持续性的去探索自己内心认同什么，不认同什么，他们不会急于去得到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就好像你问小学生你会数学吗？他如果数学成绩很好，就会告诉你我会我很擅长数学。但如果你问数学家你会数学吗？他反而很可能告诉你我有很多是还不会的。当然
ISFP 飞船上不只是指挥官 FI 一个成员，船上的另一个成员也是他们和 INFP 最大的区别所在。噔噔噔噔，有请 ISFP 飞船的副指挥，他的学名叫做外情感觉，简称 SE。SE 本身想要什么呢？他总想去从当下的环境中获得去通过五感实际感知的体验，从对人啊、事情啊、各种活动的直接经历中获取能量，感到自在。副指挥 SE 啊，虽然也是指挥阶层，但他大部分情况下其实还是服务于指挥官 FI 的，会起到很好的互补作用。它能够帮助 ISFP 更加的去接受生活本身的样子，这样不至于沉湎在指挥官 FI 的世界中。越是发展的好的副指挥 SE， 越能够充满力量的去平衡好指挥官 FI， 而发展的不够成熟的副指挥 SE 呢，很容易变成指挥官 FI 的一个走狗。比如 ISFP 在学习或工作中要去按照非常统一的标准呢完成一个任务，没有太多一个自己的个性啊、自己的喜好啊、自己的特点去发挥的空间，这可能就会让指挥官 FI 感觉有一些没有意思啊，没有乐趣。指挥官 FI 可能就会要打哈欠了。哎，我感觉换谁做都是一样啊，我自己的价值在这里完全没什么体现。发展良好的副指挥 SE 往往就会强有力的去提醒，面对现实吧，任务已经来了，做就是了，没多大点事儿。来，看看现在我们能做什么，立刻做起来。而发展不够成熟的副指挥 SE 压根就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去违抗或者说是平衡指挥官 FI。啊，不想做这个任务，有很多其他有趣的事情嘛。你看这个视频还挺有意思的哦，我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也很舒服啊。来点好吃的吃一吃再说吧。最后 ISFP 就容易去利用手边能体验的一切来逃避重要的任务。这个时候原本一些平时可能本来他们觉得无聊的活动，反而就也变得乐意去做了，只要不是正事儿就行。所以真别觉得副指挥 SE 想要体验，那就一定是想要享乐，不是的，体验的是现实，包括享乐，但也包括去接受一些现实的残酷，一些现实的不得不去做的需求，去立刻在现实中行动起来。副指挥 SE 积极的力量，在指挥官 FI 有动力的时候，那无论发展的好坏，其实都很容易去激发出来。比如 ISFP 本身特别认同一个工作，或者退一步说，至少自己在工作中得到了一定的价值，做这个事儿能让自己感觉还行。这时候指挥 FI 支棱起来了，快，这就是我想要的，我乐意去做的。那副指挥 SE 于是就会抓住一切的机会去完成，而且是那种我巴不得现在立刻马上去做。什么？还得坐车回家，等不及了。车上有空间，我现在就把电脑打开，现在马上就可以做起来了。啊，吃饭了，我带着本子去吃饭，一边吃我一边做。而当 ISFP 副指挥 SE 发展良好的时候，他的积极力量就能反过来帮助一些指挥官 FI 本身缺乏动力的事情，驱使 ISFP 可以去及时的不拖延的处理和面对生活中的任务和挑战。当然这个前提是指挥官 FI 只是缺乏动力，而不是强烈的抗拒，毕竟 FI 才是指挥官他可以中立放权，但是他一旦激烈反对，那副指挥 SE 仍然还是他的下属嘛。副指挥 SE 会鼓励 ISFP 去不断的经历和面对现实，这让 ISFP 也会有实用主义者的一面，会很看重在现实中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也就是现实的极限在哪里。如果一件事情要超过这个极限了，那显然是不可取的嘛。那如果一件事情还没有够到这个极限，那为什么不尝试去碰一下这个极限呢？这对于 ISFP 来说尤其的重要，因为这就能够让他们去激励指挥官 FI 不愿意去做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当指挥官 FI 膨胀到不顾现实，一心一意只看自己感受是否正确的时候，副指挥 SE 这个时候就很需要去接受一些现实，用现实来让 ISFP 稍微清醒一点，从自己里面的情感世界中走出来一点，看看真实的世界。比如 ISFP 在面临死线时决定熬夜完成，那指挥官 FI 很相信自己啊，哎，我好喜欢这个任务，我下定决心了啊！最后几个小时呢，我会把这个事情做好的，我可以做出很好的作品，我很棒。但是副指挥 SE 觉得不对劲了。天哪，你搞清楚状况，咱们没几个小时了，先凑合搞够完成饼出来成吗？
投入那么多精力追求尽善尽美，现在不现实啊。最后 ISFP 就拍拍自己的脸啊，告诉自己醒醒，别瞎想了，老老实实把作业先填满再说吧。随着 ISFP 对于现实的极限把握得越来越清晰，这不仅仅会让他们不至于沉迷在理想中，更加会让他们有追求现实极限的勇气。比如同样的场景，可能时间稍微多了那么几小时，副指挥 SE 完全可以就变成另外一个态度。别放弃啊，认真地做啊！剩下的时间虽然紧张，但是勉强是够我们认真完成的，正好差不多可以再检查一遍呢。正是副指挥 SE 这种对待现实极限的态度，让 ISFP 的性格中也增添了一些冒险的色彩，让他们在外人来看啊，有的时候确实还挺走钢丝的。至于会不会掉下来，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毕竟一个人再能感知到现实的极限，也是会有偏差的嘛。同时啊，副指挥 SE 因为很自然的就在关注外界现在有什么我能捕捉到的细节，很容易去驱使 ISFP 也去关注到人的行为表现，甚至是一些微小的神态表情，俗称就察言观色。甚至可以说，语言本身可能都不如这些能够捕捉到的感官信息更抓住 ISFP 的注意力。他们自己也容易喜欢用这类的信息去表达自己。尤其是在涉及到指挥官 FI 的时候，因为指挥官 FI 深感个人情感和个人价值观的私密性，在分享或者涉及到这部分的时候啊，经常会拉着副指挥 SE 去像雷达一样捕捉外面的风吹草动。比如 ISFP 在学校或者工作中对某个事情发表自己个人的看法，他刚开了一个头，指挥官 FI 会不由自主的警惕起来。我这个观念我自己很信服，不过我不太知道别人是不是也能接受。副指挥 SE 临危受命啊，对环境中的一切开始敏锐的观察。这个人听我讲的时候一脸的疑惑，身体也绷得紧紧的，很明显就不太自在啊。指挥官 FI 因此很容易开始自我审视。我真的把我自己表达出来了吗？我是不是说的让人误会了？如果没有误会，我的这个观念难道让人不愉快吗？我的观念真的是好的吗？我要再听听内心其他的声音。这种自我审视很有意思，因为其中我没有表达的好，我的行为是不是好的，这个思路的部分往往是带有一点点消极的怀疑的。但是其中我的观念真的是对的吗？这真的是我自己的吗？这部分其实对 ISFP 来说，他们不太怀疑的，他们更多的其实这种审视是想要去寻找自己内心更认同的观念，而不是带着消极，还要去否定自己之前的一些观念。接下去我们来看看这艘飞船的第3个船员，当当当当 ，ISFP 飞船的小助理内倾直觉 NI。NI 本身想要什么 ？NI 关注的是那些无法触碰、表面上看不到，甚至在无意识之中的东西。他想要去发现表面之下指向未来的事物的意义和方向。我经常用的例子是当你对某个你现在眼前看不到证据，也没有经验告诉你一定如此的事情，当你感到很确信的时候，感觉好像这个事情就是如此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有 NI 的影子，因为你没有借助任何实际的经验或者经历层面的信息，就获得了某一个确定的感知。前面2个船员都是管理岗的大佬，指挥官 FI 是整艘飞船影响力最大、最容易发展的好、最稳定的那个。那副指挥 SE 虽然发展度一般不太如指挥官但是仍然可以小信任一下。那小助理 NI 嘛，也不是不能信任，但是吧，他其实很容易把 ISFP 带到沟里去。他要是几乎完全不能信任也就罢了，偏偏他有的时候还真不错，这反而让他更危险了。小助理 NI 本身如果发展的良好，可以很好的和副指挥 SE 以及指挥官 FI 形成良好的三角平衡，几乎足以让 ISFP 应对99%的人生毫无夸张。对指挥官 FI 来说，小助理 NI 可以协助他指引 ISFP 的人生。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究竟要走向哪里呢？我真的在一条可以自我实现的道路上吗？而对于副指挥 SE 而言，小助理 NI 更可以帮助他不至于太过短视，不仅仅要看到眼前的现实，要看到更远更深的含义。哎呀，我这样行动的后果是什么呢？哎呀，这个人明显神态看起来不太高兴。不过这到底代表了什么呢？到底有什么更深的意思呢？怎么样，小助理 NI 是不是很棒棒？
是的 ，ISFP 也这么觉得。顺带一提这也会让很多 ISFP 觉得自己很像 N 人，好像我一直都在精神世界中嘛，这不就是 N 人的特点？有句广告词是怎么说的？什么酒虽好，但不要贪杯哦。小助理 NI 对 ISFP 来说正是如此。ISFP 容易沉迷小助理，因为指挥官 FI 是内倾的，也就是说，其实指挥官本身他对于外部的世界是有一定抗拒的。相比于总是拉着他去接触外界的副指挥 SE， 指挥官 FI 有可能会更青睐，愿意跟他一起待在内在世界，而不要去接触外界的小助理 NI。指挥官 FI 就容易因为过度信任小助理，反而开始嫌弃副指挥 SE， 甚至因此按头让副指挥 SE 去认同小助理 NI。比如一个 ISFP 频繁面对社交的困境，总是觉得交不到真心的朋友。指挥官 FI 特别想要能够自我认同嘛，就会安抚自己的内心啊。哎呀，不是我的问题吧？哎呀，我可以的，是他们都不够理解我。我真的觉得我自己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这时候，当 ISFP 状态良好的话，那副指挥 SE 很可能会鼓励他继续社交嘛。没关系，做做看嘛，接触一下，也许下一个就是好朋友呢。也可以在相处中去看看，是不是他们对我有什么意见啊，询问一下嘛。但是按照副指挥 SE 的方式做是有风险的，因为万一真的是我的问题呢？万一下一个还不是我的好朋友呢？万一其实是我不受欢迎呢？那小助理 NI 这时候就会发话了。很多人可能只是表面功夫罢了，你想要真正关心你的朋友，是一个很大的奢望啦。副指挥 SE 可能还想反驳，但是指挥官 FI 立刻就会大手一挥。没错，哇，知己啊，就是这样。果然根本不是我的问题。听了你的话，我现在更加的确信了。那副指挥 SE 在指挥官 FI 的强势决策下，最后也只好跟风，开始去帮忙捕捉一下，去证明小助理 NI 结论的证据。于是，可能明明对方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已经单方面下了消极结论的 ISFP 反而会误解了对方，把对方的种种表现都歪曲成去证明自己消极结论的证据。你看这个人这么频繁的眨眼，是不是不认同我？你看他倒水每次最后才给我倒，明显是不欢迎我啊。当然，这种状态对 ISFP 来说一般不会持续很久。当 ISFP 真的开始和现实接触，他们很容易迅速的恢复过来。比如一个朋友真的主动打电话来关心，朋友的善意扑面而来，以至于好像 ISFP 找不到什么理由去歪曲他了。那副指挥 SE 可能一下子就觉得，我又行啊，去和朋友真真切切的接触和相处，真的很棒，一点都不糟糕呢。但是如果这种状态很不幸的不断重演就 ISFP 就会陷入一个越来越深也越来越难以自拔的怪圈。这个时候旁观者可能很容易觉得 ISFP 对待生活的态度好像越来越无所谓，越来越得过且过，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自己内心深处充满了焦虑和彷徨。这种怪圈的起源往往是 ISFP 在面对反复长期的挫折，不断的尝试，但是不断的挫折，让指挥官 FI 甚至开始有点迷茫了。我真的有价值吗？我是不是个废人啊？我真的是值得的人吗？这个世界真的适合我吗？但是对于 ISFP 来说，指挥官 FI 的自我认同和自我价值又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本钱，基础中的基础。于是他们会带着一点点的悲伤去想抓住自己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中找到一点自己的价值所在。小助理 NI 这时候又有冒头的机会啦，他可能来发表一些比较幼稚，但是好像又很能够总结出 ISFP 处境的言论。打个比方，世界就是一场戏，我们都只是在表演而已。当 ISFP 枯萎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前面提到的朋友的真诚关心能起到的作用可能就是杯水车薪了，往往需要很多杯水才能唤起 ISFP 一点点的信心。当然，更常见的破局之路是指挥官 FI 自己重新支棱了起来，愿意去接纳全部的自己，哪怕这意味着要去面对痛苦的现实。那 ISFP 绝对就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了。好了，我们就终于来到了我们最后的一个船员，当当当当，我们欢迎飞船上的菜鸟新人学名叫做外倾思维 （Extroverted Thinking），简称 T。T 本身想要什么呢？他关注的是在外面的世界中那些客观的东西，通常是
可以去明确衡量的东西，他想要去好像拼凑机器一样，让一切都可以系统化的、良好的去运作。他去评估或者做决策的方式通常是要么达标了，要么没达标会非常的果断。没错，哪怕是菜鸟 TE， 一样会符合 TE 的描述。但是吧，菜鸟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他没有潜力或者能力不够，而是他很慌他没有经验他面对挫折的能力很弱小非常的不抗挫，经不起风浪。就像我之前的视频都会说的，在 ISFP 的飞船上，如果说指挥官 FI 的抗挫力是100，副指挥 SE 的抗挫力是50，小助理 NI 是30，菜鸟的抗挫力嘛，负1，就是无中生有，无事生非，比前面小助理 NI 还要夸张很多。小助理 NI 好歹基本上是经历了一些挫折，然后才开始消沉。那菜鸟可能明明啥也没发生，让他上，他自己就把自己给吓得不行，开始过度的紧张，用力过度那这样一个菜鸟，因为是 TE 嘛，所以很在乎达标，在乎客观世界的那套评判体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呢？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你会看到平时不太目标导向的 ISFP 突然一反常态，变得冷静甚至冷酷，看到平时很随和软萌的 ISFP 一下子变得咄咄逼人，强硬无比。没错，所有人格的菜鸟冒头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他们是有一点一反常态的。一切的起因呢，和小助理 NI 的怪圈有一些类似通常也是 ISFP 的指挥官 FI 受到了一些冲击，只不过一般并不是指挥官 FI 担忧自己没有价值，而是指挥官 FI 非常确信自己的信念、自己的立场，但是痛苦的发现好像没有办法去说服别人，去说服这个世界。指挥官 FI 在里面大喊不，这不是我想要的，这绝对不是我无法接受它。然后 ISFP 努力的去表达，最后感觉自己是一个愤怒的小丑，怎么表达好像都别人不理解，甚至不屑一顾这种感觉又好像自己视若珍宝的东西在别人那里被轻易的羞辱和践踏。最后指挥官 FI 实在受不了了，于是他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好我撤了，你们不在乎我的个人情感是吧？那让菜鸟来跟你谈，去吧菜鸟，我不管这破事儿了。哇，这可能就是菜鸟难得可以短暂的去操控整艘 ISFP 飞船的时候，他兴奋他也惶恐但更重要的是他幼稚那他可能抓着方向盘拼命往一个方向打，都不顾飞船的死活。那菜鸟 TE 的这个外在表现其实反而很像刻板印象里的 ENTJ 和 ESTJ。不用管，这就是我要的结果，我现在就要，我没有和你再商量，我再通知你。你不是不听我的吗？好，我现在就来跟你把账算清楚。一般事后冷静下来ISFP 回头看看这样的自己，都会觉得很陌生这真的是我说的话吗？我天哪，那个时候我感觉我简直就变了一个人，这么强的攻击性。上面这算是短期的菜鸟 TE 大爆发，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但有些事情有些挫折不是那么容易过去的，比如 ISFP 被挚爱的人伤害，或者 ISFP 见证了自己价值观根本无法接受的事情这往往会带来整个自身价值观的崩塌。就像是指挥官 FI 好不容易搭建起了一个城堡，平时小修小补不断，这里拆拆那里拆拆比如上面小助理 NI 那部分提到的挫折，就像是对城堡的一种中型的整改，虽然会有一点点痛啦，但是还能接受了。不过这下好了，突然地基没了，整个城堡要塌了。ISFP 可能每多看一眼这个塌掉的城堡，就多一份痛苦，真的会很像一句台词我活着每分每秒都是折磨。那这该咋办呢？现在就没有了内在的依托嘛，那 ISFP 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去向外面去寻求依托了。对他们来说是有点反他们个性的，反天性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们去做的时候，会格外的用力，甚至会用力过度，才能让自己勉强的去维系下去。这种外部的依托可能是工作可能是一个要去完成的项目可能是一个任务总之不管怎么样，我先把注意力放在完成外界的事情上，这样我可以不看自己凌乱的破碎的内心，那一地城堡的废墟。那菜鸟 TE 可能扮演的就是这么一个角色。今天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先工作别想其他的。
这个月的绩效我要冲到最高，没时间停下来听自己的心声了。这时候的 ISFP 活脱脱的就像是一个 ENTJ 或者 ESTJ， 唯一的区别是什么？是他们并不乐在其中，而是感到麻木，甚至心理能量的消耗非常之巨大，每天都觉得非常的疲惫，甚至他们会不择手段的去达成目标，因为菜鸟 TE 根本把握不好分寸，根本不像真正的 ENTJ 和 ESTJ 的指挥官 TE 那样游刃有余。上面的这种情况极其罕见，因为这绝对会是 ISFP 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光。那菜鸟 TE 就是纯粹的坏蛋，只是帮倒忙吗？不是这样的，其实在一切都一帆风顺，特别是当其他的船员都开始良好合作的时候，菜鸟 TE 在这艘飞船的顺风车下也可以发挥出非常亮眼的价值。比如一个特别喜欢画画的 ISFP 得以真的去做了一个画家，并且在画作中展示真实的自己。指挥官 FI 特别认同在做的事情啊。哇，这么做让我感觉真好，每次画画我都充满了价值感。副指挥 SE 积极的去和现实互动。这个风景不错，我要加入我的绘画中，我现在就把它画下来。小助理 NI 这时候也在帮忙。从这些风景中，我看到了更深的东西，似乎象征着人类的未来。我要把它也加入到我绘画的含义里。于是，菜鸟 TE 终于可以不用担忧什么了，他被很好的整合了进去。一旦他加入了合作 ，ISFP 的发展绝对是跨越性的。我要让我的绘画有影响力，我要用它去改变大家的想法，我要把世界变成更好的地方。那在视频的结尾，我放了一段迈克尔·杰克逊的采访，他真的是很好的例子，是当 ISFP 激发出自己的 TE， 开始在这个世界上，他开始谈论影响力，开始去创造外部的价值，给他人创造价值的时候，他所能带来的这个力量，他所能绽放的光芒是如此的巨大。那当然了，就是迈克尔·杰克逊的一生也是被误解的一生，这其实也是所有 IP 类型的人格基本上终身都会去面对的困扰。I was always on tour, traveling, and I never got a chance to do those things. So I compensated for the loss by I have a good time. I mean, I can't go into a park. I can't go to Disneyland as myself. I can't go out and walk down the street. There's crowds and bumper-to-bumper cars, and so I create my world behind my gates. Everything that I love is behind those gates. We have elephants and giraffes and crocodiles and every kind of tigers and lions, and we have busloads of kids who don't get to see those things. They come up, sick children, and enjoy it. They enjoy it in a pure, loving, fun way. It's people with a dirty mind that think like that. I don't think that way. That's not me.